我有了！别起来了，张公子，别来了，白公子，小娘子，别跑！美人，别跑呀！风少爷，快来抓我呀！小爷我，风少爷，我在这儿呢。淘气。我风清浅，游手好闲，不学无术，常年流连于各大青楼之中，那是京城知名纨绔。可谁会想到我是个女子呢？别说旁人，就连我的亲爹风骨信都抓到了，让我看看是哪个龟的这么壮。爹，你怎么来了？没出息的东西，就知道花天酒地，给我滚回家去！这事我给你谋好了，明天就给我点卯去。我才不去呢！有本事你打死我！真是家门不幸，养了你这么个不孝子！今天我就清理门户！哼！我打死你！我别跑，站住！你还躲？看我不揍你个满脸桃花开！你给我站住！你杀人！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哎呦，这老东西没长眼吗？哎，对不住，风清浅，你给我站住！爹啊，若我以女儿身去当了官，那才真是家门不幸。娘，人家是女孩子，才不要穿哥哥的衣服。你爹因你哥哥的死变得疯疯癫癫，你和你哥长得一样，现在只能让你假扮你哥哥救你爹爹。娘答应你，等你爹病好了，就让你恢复女儿身。可惜娘到死也没有把我是女儿身的秘密告诉爹爹。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女儿身。孙不同，这家地板还挺软的。这世上居然还有这么俊俏的男子啊！你看够了没有？抱歉。你竟敢轻薄本王，你找死！我不是故意的。现在京城里敢自称王爷的，不就只有那位驻守边疆8年、杀敌10万、面不改色、大言罪、丧心病狂的战王爷荣千成吗？王爷，误会，我扶你起来啊！这脉象中毒了，而且有濒死迹象，说不定我前脚走他后脚就死了，那我不是凶手了吗？你扶本王的手要扶到什么时候？他现在手无缚鸡之力，我知道怎么逼出他的淤血了。你要干嘛？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反正王爷不也要我的命吗？美人，不要那么凶嘛！你越挣扎，我越兴奋。你要干嘛？你给本王吃了什么？我这样玩的好处，你就自己以后慢慢体会吧。小爷我就不陪你玩了。王爷，他王爷，完了。大人饶命！我真的只是恰好路过，顺便夸赞了你家王爷几句，没想到他就吐血了。在下自诩医术天下无敌，今日才知人外有人，还请神医受柳仙云一拜。神医？你认错人了吧？王爷所中的寒毒，在下苦思多日仍束手无策，可神医仅靠一枚药丸便压制了毒性，还请神医出手，帮我家王爷解毒。都说了不是神医了，
我要走了，我爹还等我回家吃饭呢。看来你是拿定主意不为王爷医治了，押出去。看来今天的我在劫难逃了。王爷，你要是再乱动，我就给你扔进去。听说风将军的独子纨绔不堪，风将军一直在试图劝他走正途。你说，如果他知道你有一身绝世医术的话，会不会很高兴呢？风清浅，如果让爹知道我会医术，他定会将我塞进太医院当差的。天子眼皮子底下，我岂不是死得更快？不行，我得先稳住他。好歹我也救了你一命了，你怎么能恩将仇报呢？要不是你救了本王一命，就凭你对本王那样，几条命都不够你死。堂堂战王爷，你怎么那么小气啊？哼，没关系，现在你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我把你扔进去，要么留下来给本王解毒。我数3个数，你如果不回答我，我就把你扔进去。哼，1。要是落在我爹手里，明日他定要押我去上任，那我女扮男装的欺君之罪就算坐实了。2。可是留下来的话，我一身份暴露，一样会人头落地啊。3。我留下把你解毒。长这么好看，没想到居然是个蛇蝎美人。王爷，王爷，我已告知风将军，风清浅与王爷甚是投缘，会在王府小住几日。好，既然风公子已经答应为本王解毒，那就请吧。王府不宜久留，我必须尽快教会柳行雨解毒方法，还得想办法让王爷下令把我赶出去，越早脱身越好。战王爷不愧是常年骑马作战的人，瞧这腿，又长又直，还很有劲儿。极品，极品！柳星云，把这个无耻之徒给我赶出去！本王就算一辈子站不起来，也不愿受此奇耻大辱。风公子，你可是想到了让王爷重新站起来的方法？你不愧是医术了得，光看我按这几个穴位就知道我在干什么了。柳行云，王爷，风公子刚才是通过按压腿上的几处大穴来推断如何行针。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。又是行针，又是按摩，折腾的我手都酸。终于有时间可以好好放松一下啊！你倒挺会享受。你干嘛偷看我洗澡？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什么不该看的。都是男人，有什么不能看的？还好还好，可惜了，我还想着，如果王爷来找我，是为了排遣寂寞，看在王爷的美貌上，在下也不是不可以。混账！
本王是突然觉得双腿有点酸胀，所以才来找你。麻烦王爷伸出手。没想到这小子言辞放荡，身体却生得极美，莹润似好女，长得也……恭喜王爷，这是王爷双腿好转的迹象，王爷很快就可以站立行走了。冷静冷静，绝对不能露出马脚来。没想到王爷对我的身体这么感兴趣，那不如宽衣与我共浴。我身上好看的地方还多着呢。你休要胡言乱语！差点就露馅儿了。幸好王爷脸皮薄。繁华落那么多，挑灯回头望我，荒凉梦醒共一色。该与何人诉说？琴弦都已停泊，看不清你的轮廓。而天际的微风沉重下，倒映我的长发最晚霞，年轮旋转着。真是荒唐，怎么会做这么荒唐的梦？就算风清浅比寻常的男子秀丽，本王也不能。不对，不对，不止容貌，他的平日言行与普通男子，难道他是？整日待在王府里多无聊，你日后多出来走一走，像今日一样开阔心境，也有利于寒毒化解嘛。侍卫们都在远处戒备，此下并无他人。你现在可以说出你的秘密了。王爷，您说笑了，我对您哪有什么秘密啊？哼，那本王替你说。你虽然整日流连于烟花之地，还从各处搜罗了10几名貌美丫鬟入府与你整日厮混，可本王调查发现，你并未与任何一名女子同房过，那足以说明。没想到荣天成居然几日就看出了破绽。如果我现在跪下来求他，他能留我一条命吗？王爷，你是段秀。段秀？我？你不必惊慌，本王不会因此对你产生偏见，毕竟感情这种事很难控制。你笑什么？本王说的不对吗？没有，王爷英明，在下佩服。想不到大名鼎鼎的赵王爷竟然变得如此不堪一击，今日就杀了你，报我灭族之仇！快走！双千尘余毒未齐，根本不是刺客的对手。
赶紧找找身上有什么东西能助他一臂之力。战王爷可是小爷我的病人，你想要他的命，问过我了吗？好养，你给我撒了什么东西？能让人养上749天，最后全身溃烂而死的毒药。你敢暗算我？好痒啊！属下来迟，请王爷恕罪。带走吧。是。走。你有没有怎么样？除了胸口这一刀，其他还有没有哪里有伤？风清浅不会武功，刚才他本可以逃生，却还是留下来帮助本王。莫非他痴恋本王？可惜这份情谊，本王只能辜负了。这眼神，莫非是被我感动到了？哎，不用谢，这种臭鱼烂虾，以脚为脏罢了。完了，王爷不会以为我又在占他便宜了吧？愣着干嘛呢？还不快推本王回府！容貌好，医术精湛，又对本王痴心一片。可惜是个，若是女子，娶这样一个王妃，倒也不错。怎么形容感受到什么？也许还无法形容。我不懂不问，装作不懂，却无力推开你的执着，对我的情意变成浓厚，该怎么样去接受？天感中，平静如风，我们无悔在天。娶她为王妃，本王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？双千城刚才是干嘛？中邪了？王爷，王爷，我查到了，我与王爷有要事商量，你先下去吧。啊，不用，让他留下。原来王爷中毒和前几年被剿灭的家楼不足有关，而且这些家楼余孽有可能已经渗入了京城。那日在郊外，就是他们搞的鬼。柳行云查出刺客背后的人和大内有关。事情这么复杂，我应该尽快脱身才是啊！可偏偏……本王已告知你一切，还请风公子留在王府，直至本王铲除家楼旧部。只要你在王府里一天，他们就会觉得本王并未痊愈，这样他们才敢行动。如今家楼余孽已经知道你为我置腿于世，如果风公子现在离开王府，只会更加危险。不如留下来，我也好护着你。我当时怎么就答应了呢？不过他说会保护我哎，被那样一张帅脸盯着，应该很难有人会拒绝吧？红颜祸水。那明日就去百灵院打探一下消息好了。那里龙蛇混杂，说不定能打探到一点有用的信息。王爷，风公子的百灵院强抢花魁，现在被打手们围困在百灵院中。什么？这位就是你抢来的花魁？王爷明鉴，这位并非花魁，是我的表妹徐娇娇。
我在百灵院打探驾楼间隙一事时，发现表妹被药物迷惑，我想带她离开，结果那个老鸨非说这是他调教出来的花魁，逼不得已，只好大闹百灵院。你去百灵院是为了帮本王调查家楼余孽？正是，在下不敢欺瞒。罢了，看在你一心救人的份上，本王就不追究了。王爷英明。只是在下还有一件事需要王爷应允。何事？说吧。我这表妹被药物迷惑，神志不清，我想让她在王府治疗几日，还望王爷允许。风清浅，你当我这王府是什么地方？什么闲杂人等都能进？大家好歹相识一场，帮帮忙嘛！唉，我看百灵院的姑娘都是这么撒娇的呀，怎么王爷是这个表情？也是，我现在是男子，这样拉拉扯扯，王爷没有发飙就不错了。也罢，看在你为了他摆出这么一番姿态的份上，本王就留他几日，等他清醒过后，赶紧送走。行云。难道是我行政的时候出了差错？我那样求他，他居然答应了。这个王爷可真是越来越奇怪了。这个风清浅和表妹的感情还真不错呀。听说不少世家都会让表亲联姻，亲上加亲，难不成风家也会如此？风清浅不会娶她的，因为她根本不喜女子。未必吧。表哥，给你擦汗。我看他们二人对彼此倒是颇有嫌疑哦。风清浅不过是孩子心性罢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对段秀有多少了解？早年随师傅四处行医，倒是知道不少。王爷问这个做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本王呢有一位朋友，自从他见过同为男子的一个人沐浴后，就总是会忍不住想起他。特别是在那位男子奋不顾身救了我那位朋友之后。战王爷可是小爷我的病人，你想要他的命，问过我了吗？这种症状就愈加明显，甚至忍不住想要触碰他。你说，本王那位朋友是不是对那名男子产生了别样的想法？听起来确实有些像。糟了，难道本王真的……王爷说的那个朋友，怎么感觉有点熟悉呢？王爷怎么突然离开？难道是腿又疼了？这几日在王府，表哥整是围着王爷转，都不理娇娇了。哼！王爷好心收留你在王府，你怎么背后还吃他醋啊？什么收留不收留的？徐峰两家早有婚约，我是你未过门的妻子，当然是你在哪里，我就在哪里啦。荣天成现在以为我不喜女子，要是让他知道我还有个未婚妻，岂不是节外生枝？娇娇乖，这里毕竟是王府，
以后还是尽量不要提我俩的婚约，特别是在王爷面前。啊！你那个表妹似乎对你颇有情意啊。王爷说笑了，你知道的，我和一般男子取向不同。既然知道自己不喜女色，就应该早让人家断了念想，不要耽误了家人的大好年华。王爷果然因为表妹怀疑我了，得想办法将段秀的身份做得更实一点。王爷果然怜香惜玉，但比起美人，还是王爷这样的更让我心动。王爷，你真是越来越小气了，我不就一个把持不住，摸了一把吗？你看什么看？今晚我去找表哥赏月，居然人不在，听说又是被王爷叫走了。我倒要看看他们究竟在搞什么鬼。你看什么看？我先回去了，不然该着凉了。哎呀，本王真的完了。本王看到风清浅湿漉漉的身体，居然会觉得心跳加速，甚至幸亏小爷裹得够平，不然真露馅儿。哼！没想到表哥跟王爷居然是那种关系，看样子还真是王爷逼迫表哥的。不行不行，我得赶紧去找姨父，把表哥给救出来。风清浅，你还有心思在这打八段锦？你懂什么啊？昨天夜里着了点凉，我这是在疏通经络，排湿气呢。你给我停下！风老将军不知道从哪听说你跟王爷关系暧昧，找上门来了。什么？战王爷无需多言，老夫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断不可能看着他成为别人的玩物。玩物？爹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浅儿，没受委屈吧？别怕，爹就是拼上这把老骨头，也要救你出这个火坑。没想到我爹平时对我喊打喊杀的，还是挺关心我的嘛。爹，我跟王爷是清清白白的，你从哪儿听来的谣言啊？谣言？娇娇都已经告诉我了，她亲眼看到的。啊！哎呀，总之，你马上跟我回家，
何娇要成亲？成亲？成亲？爹，成亲是2个人的事，就算我同意，娇娇她也……娇娇也同意，这成亲就是娇娇提出来的。再说，你们2人本身就有婚约在身，你现在马上就跟我回去，就可以拜天地入洞房，也省得有些人再对你生了那龌龊的心思。完了，我可不想这么草率的英年早婚，也不想耽搁我表妹这一辈子，绝不能让我爹把我带走。走！荣千成，你真的打算以后都不见我了吗？既然我爹误会了，那就让他彻底误会吧，总比被抓回去成亲强。就是不知道王爷愿不愿意陪我演这出戏啊？走！站住！风将军，您如果要带走我的人，是不是也得问问我答不答应？小儿在王爷的府上已经叨扰了数日，若有得罪之处，老夫替小儿跟王爷赔罪。只是今日，风清浅必须跟我回家。风老将军一直是本王敬重的英雄人物，但今日，如果您执意要带风清浅走，那就休要怪我不客气了。小儿无才无德，王爷为什么这么执着于他？难道真是看中了这小子的皮相？是，又怎样？你，我与令郎一见倾心，所以留在府中，日日相伴。风老将军，王爷将令郎留在府中，是为了……柳星云，休要多言。你简直是无耻，伤风败俗！老夫要去宫里面告一状。我与风公子两情相悦，并不触犯律法，就算是圣上，也断不了这儿女情长。爹，孩儿不孝，已经和荣千成互许终身，今生绝不娶别的女子。求爹成全我和千成吧！妈呀，这么肉麻的话，居然是我说出来的。为了留下来，我也是豁出去了。我想不到这战王爷的演技这么的强，这眼神我都快要信了。若是挂牌唱戏，必是一方名角啊！家门不幸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从今往后，老子就当没你这个儿子！哼！爹，对不起，等此事解决了，我再与你好好解释解释。刚才差点被我爹抓住了，多谢王爷出手相救。没想到王爷的演技这么好。那如果我说刚才说的都是心里话呢？原来你之前胡言乱语的时候，本王就是这样一副表情。当真有趣的紧。王爷这笑话真是把人给吓死了。怎么，得到本王的青睐，对你来说是件坏事吗？那是哪儿的话？能得到王爷的青睐，风某求之不得呢。你少在那蛊惑王爷了。王爷，今日之事若是传出去，你的名声就毁了。朝中一些不满你的大臣一定会借此大做文章。本王答应过风清浅，绝不泄露他是神医的秘密。至于那些虚名，本王从来不在乎。对啊，他不是我这种纨绔，他可是赫赫有名的战王爷，居然宁愿被误会也要帮我解围。宋千尘，我真的欠你好大一个人情。王爷今后有任何吩咐，风清浅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若本王说想让你永远陪在本王身边，你可会答应？王爷，
王爷，哦，白府花宴，你替本王去吧。白府花宴，多谢王爷。那可是京城的盛会之一呀！小爷我定要好好打扮打扮，你等那群大家闺秀。你看那里真好看，真不错呀。这白府花宴果然名不虚传，全京城的名门贵女都在这儿了吧？听说今年连当今陛下最宠爱的岳妃也回来了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见上一面。我们过去看看。好啊，去那儿。这位就是战王府上的那位风清浅。正是，这个风清浅善于会毒，上一次就是因为他，我们刺杀才会失败。有他在，始终都是祸害。哼，这倒是个好机会。告诉白夫人，好好会会他。风公子，李公子托我带你去找他。李公子？哈，李元那臭小子是吧？是不是又收了哪家美人？那我可得瞧瞧去。就是这儿了。你小子别装神弄鬼的了，还不赶紧迎接你大爷我！赶紧的！风朗，好热，你快来吧，帮我！我从来没有见过他，他居能脱口而出我的名字！糟了，这是陷阱！你放开我！风朗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！你们在干什么？风清浅，你这个畜生，居然轻薄我的外甥女！我是被陷害的，我刚一进来，这位姑娘就冲过来对我投怀送抱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倒打一耙？来人，把风清浅给我绑到衙门去！不要，阿姨妈，我和风朗是情投意合，私下早已私定终生。我已怀了风朗的骨肉了。这位姑娘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和姑娘素未谋面，怎么可能？我靠，不会这么巧吧？她居然真的怀孕了！诸位，楚楚姑娘肚子里怀的孩子，绝不可能是我的，这分明就是白家设计陷害我。我若是存心陷害，今日的宾客才军众多，我为何不为楚楚寻一个如意郎君，偏要赖到你这个纨绔头上？想不到这风清浅不光整日在青楼棉花素柳，连这深闺中的官家小姐也不放过。最近传言不是风清浅和战王爷关系暧昧，这纨绔啊，男女通吃。他风清浅什么荒唐事儿干不出来？你这个负心汉！难道1个月前那晚的郎情妾意你都忘了吗？我2个月都待在王府里，未曾出过门。确实，唯有1个月前那一次，就是那日，你分明记得，为什么还不承认？真是绝情！我还不如死了的干净！哎呦，姨妈会为你做主的。如今我外甥女肚子里有了你的骨肉，今日要么以流氓罪让你去见官，要么你立马八抬大轿娶她为妻。楚楚姑娘，戏演完美啊！我1个月前大闹百灵院强抢花魁的事，城中谁人不知？出了百灵院，我就去了王府，王府上下皆可为我作证。你们若真要闹到官府，那我就让县衙大人一查便知。难道我这次真错怪这纨绔了？哎呀，不可能！楚楚姑娘一个女孩子家，怎么会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？好啊，是与不是，我们让官府来评判。吵吵嚷嚷的，
成何体统？哟，这阵仗，一群人吵吵嚷嚷的，本宫赏花的兴致都被打扰了。岳妃娘娘是宫中贵人，又是皇帝宠妃，在她面前撒谎可是重罪。这下他们再也不敢诬陷于我了。岳妃娘娘，风清浅，你可知罪？王爷，听白府往来的宾客说，风清浅在白府被人指认始乱终弃，还惊动了同在王府的岳妃娘娘。我知道了，你快随我去找他，各种细节一会儿说给我听。哎，王爷，这个风清浅上次是表妹，这次不知又是谁。依我看，他就是个闯祸精，还是让他吃点苦头为好。你总不能次次给他擦屁股。星云啊，我记得你之前不是挺敬佩风清浅的医术，怎么最近对他敌意这么大？你还是问问你自己吧。自从他来了府中之后，你不觉得你变了许多吗？若非他是个男的，我都怀疑你被什么妖女蛊惑了心智。风清浅虽然不是妖女，可也迷惑了本王的心窍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岳妃娘娘，楚楚姑娘怀孕一事存疑，草民斗胆，请岳妃娘娘查明真相，证明草民的清白。本宫所说并非怀孕一事，而是你在花宴之上轻薄楚楚姑娘。风清浅在本宫眼皮子底下如此行事，可是不曾把本宫放在眼里。草民与这位姑娘未曾逾矩，还求娘娘明鉴，草民绝不枉担这莫须有的罪名。本以为宫中来的人都能慧眼识人，没想到他也是个眼盲心瞎的主。反正我也不是清白之身，我不如死了，一了百了。风清浅，你说未有逾矩，可大家看到的却是楚楚姑娘衣衫不整的与你纠缠在一起。你口口声声说与楚楚姑娘清清白白，可拿得出证据？我在期待什么呢？他们肯定早就把引路那名女子藏了起来。你放心，今日本宫为你做主，本宫会请陛下为你和风清浅赐婚。当今圣上最看重情义二字，风清浅，你若是还不服气，便随本宫去陛下面前分辨一二。岳妃娘娘好兴致。王爷和这个纨绔的那些风流韵事，我自是没有资格追究。但是今日他风清浅对我侄女楚楚始乱终弃一事，王爷，我劝你最好不要插手。本王相信风清浅的品性，他绝对做不出如此伤风败俗之事。天上下横雨了，荣千晨居然说相信我的品性，还有什么叫我是他的人？王爷这么说，是在包庇风清浅了？哼，他风清浅是个什么货色，在座的人谁不知道？战王爷今日若是想包庇他，岳妃娘娘也在此，可由不得你一手遮天。荣千晨，你可要想清楚，如此行事，不把我这个皇嫂放在眼里是小。如今花宴上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你为了这么个草包，无视我朝律法，不顾皇家威严，那可是死罪。岳妃娘娘，我身为皇室后裔，如果连身边之人都护不住，那才是有辱皇室颜面。今日若风清浅当真有罪，本王愿与他同罪。他竟信我至此？好啊，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，那我就成全你，当一对亡命鸳鸯。当众调戏朝廷重臣亲属，那可是死罪。如此重罪，你们还是去陛下面前细细分说吧。王爷，此人在后院行事鬼祟。就是他，
将我骗到此处，之后楚楚就突然出现，朝我扑了过来。我什么也不知道啊！是白夫人，她跟我说，让我将你带到房间里，让白老爷提醒我们家夫君。但是其他的，我就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了呀！不是的，战王爷，你好毒辣的手段，居然敢污蔑我！我有证据。这是白夫人作为交换条件，请白老爷为我家夫君写的升官文书，这上面还盖有他的私印呢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抵赖到什么时候？岳妃娘娘，我看此事已经很明朗了，就是这二人从头到尾一直污蔑风清浅。皇兄政务繁忙，我看此等荒谬之事，就无需叨扰皇兄了吧？没错，千晨，皇嫂刚才也是被这二人所蒙蔽。风公子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来人，带走。岳妃娘娘，岳妃娘娘救我！岳妃娘娘，岳妃娘娘，岳妃娘娘！你要是再敢胡言乱语，信不信我割了你的舌头？带走。岳妃娘娘，岳妃娘娘救我！岳妃娘娘，本宫倦了，回宫。哼，这人一笑，大夏天我都得穿棉袄。王爷居然愿意和风清浅同罪做担保立誓，我就说他和王爷关系暧昧吧。怪不得战王爷一直不肯娶亲，原来他是不喜欢女子啊。这下我和王爷是真说不清楚了。厄运退散，厄运退散。原来那个楚楚是被人始乱终弃，还怀上了别人的孩子，这才和白夫人一起找到我这个纨绔当接盘侠。还好有王爷在，不然我全身是嘴都说不清。那个岳飞和我应该是第一次见，为什么对我敌意那么大呢？难道是嫉妒我长得比女子还美？不过这王爷最近确实越来越奇怪了。站住！风将军，您如果要带走我的人，是不是也得问我答不答应？本王相信风清浅的品性。难道他对我？我现在可是男子！坏了，王爷的袖子真的被我扯断了。娘娘，白家的事情已经处理干净了，没有人知道跟你有关。如今看来，风清浅和荣千尘二人关系已十分紧密，必须将他二人分开，才能找到机会除掉荣千尘。奴婢这就再派人去解决掉那个风清浅。不必，我们一会儿去给太后请个安。自己的儿子和个男人纠缠不清，当娘的怎么能不知道呢？见过王爷，老奴奉太后之命来为王爷送些东西。王爷虽常年不在京城，可太后一直记挂着您。听说王爷最近起了玩心，这不赶紧遣老奴为王爷选几位侍妾。太后还说了，王爷和舒和郡主毕竟有婚约在先，您要是随便找个人解闷儿不要紧。这世上的事儿哪些是一时的，哪些是一世的，总要分清才好。切不可为这一时的欢愉毁了一世的英名。
太后说了，要是一时分不清呢，不打紧，太后她老人家自会帮你清理那些不该有的心思了。哼，劳烦公公转告太后，儿臣谨记母后教诲。那老奴就告退了。一时一事，本王都还没捋清楚对他的心思，别人都已经看得这么分明了吗？本王这几日不见风清浅，他若来，你替我打发了便是。柳星云，王爷呢？起了吗？我都2日没见他了，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王爷很好，正在准备药浴。哎，给我吧，我去就行。王爷说过不想见你，我劝你还是别自讨没趣了。这王爷的心思怎么比姑娘还难猜啊？一会儿护着我，一会儿又躲着我。哼！你就是方家那小子？你是？我是王爷的未婚妻，舒和郡主。哦。哎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王爷那些丑事，我警告你，少缠着王爷。我要是你，就早早离开，至少给自己保留些脸面。不然，讨好我也没有用。我警告你，赶紧从张王府给我消失！哎，不吃你可别后悔啊！我这可是治口臭的良药，专治你这种多年未治愈的陈年老口臭。你居然敢羞辱我！住手！千晨哥哥。你们小夫妻团聚，我就不打扰了。站住！舒和郡主贸然来到我府上，恐怕会有损郡主的清誉。郡主还是请回吧。千晨哥哥，我就是知道这个死变态一直纠缠你，所以特意上门来帮你的。本王的名声就不劳舒和郡主费心了，更何况本王并没有觉得和风清浅交往会有损本王的声誉。你不顾我的一番情谊，难道还不顾太后的责怪吗？我不信你不顾太后钦定的婚事，一味护着这个臭变态。舒和郡主如果再对风清浅出言不逊的话，那恐怕会发生比太后责怪更恐怖的事。郡主请回吧。我现在可是你未过门的妻子，你为了这个死，你为了他居然打我！今天的事，我一定会如实禀报给太后。郡主怎么走了？不是要教训我吗？来啊，来啊！王爷不是躲着我吗？怎么不躲了？哼！荣千晨！我就说他俩关系暧昧吧，怪不得战王爷一直不肯娶亲，原来他是不喜欢女子啊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王爷那些丑事，难道是因为那些传闻，所以避嫌躲我？还说自己不在乎什么虚名，原来全都是大话。有什么好伤心的？风清浅，人家就是对你稍微好一点，你就上心了，你活该！王爷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小爷我这就和你划清界限，过我的逍遥日子去。还王爷呢，一点风言风语就怕了。
战场上的威名到底是怎么来的嘛？没想到吧，我们居然这么快又见面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派人盯着王府，就等你一出来就把你打过来。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我抓到机会了。哟，这么快就被千尘哥哥扫地出门了？哼，你搞清楚，是小爷我不想理那个狗男人了，好吗？大胆，敢骂千尘哥哥，给我张嘴！是。好样的！说和郡主大费周章把我绑来，不会就是为了抽我几个耳光出气吧？这几个耳光，就当是你在王府冒犯我的惩罚。把鞋脱下来。嗯。鞋。哦。那么臭呢？接下来，我才让你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。那姐妹没必要吧？为了千尘哥哥，我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千尘哥哥那么完美，我不允许你这个死变态纠缠他，成为他的污点。我呸！是你的千尘哥哥对我强取豪夺，逼我留在王府的。你胡说！千尘哥哥一向待人冷若冰霜，在战场上素有杀神之名，怎么可能纠缠你？哼，荣千尘啊，冷若冰霜啊！看来你对你这个未婚夫也没有很了解嘛，那都是传说而已。我身为太后的义女，自幼在宫中长大，和千尘哥哥青梅竹马，我怎么可能不了解他？那我面前的荣千尘怎么？我身上好看的地方还多着呢。你休要胡言乱语，不如留下来，我也好护着你。原来你之前胡言乱语的时候，本王就是这样一副表情，哼，甚是可笑。原来不是传说有误，而是我面前的荣千尘一直和别人面前不一样。这是不是说明，在荣千尘心中，一开始我就是比较特别的那个人？喂，本郡主跟你说话呢，你在那笑得那么猥琐，看我不抽烂你的脸！荣千尘，都是你惹下的风流债，小爷我不会放过你的！千尘哥哥，你没事吧？谁干的？千尘哥哥，我都是为你好啊！我问你谁干的？王爷饶命！我们都是奉了郡主命令行事的。要死啊你！是我干的又如何？他风清浅，凭着这副皮囊，像狗皮膏药一样粘着你。我不仅要打他，我还想杀了他呢！千尘哥哥，我们一起长大，还有婚约在身，你不会杀我的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不杀你，是看在你陪伴太后多年的份上。如果再有下次，我的剑瞄准的就是你的喉咙。你我婚约就此作废，滚！风清浅，吓到你了吗？啊！草民，恭喜王爷，双腿痊愈。
行动自如。风清浅，你听我解释。王爷不必多言，您的计划无需跟我这种无关紧要的小角色说。风清浅，你对于本王来说从来都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小角色。看着我为了王爷的病情，日日苦思冥想，翻阅医书，琢磨药方，很好玩是不是？还有什么是骗我的？干脆一次性说明白，就当给我开开眼。你听我说，你哭了。你看错了，让开。从此我们大陆朝廷各走一边。风清浅，你以为自己在他心里是什么样的地位？你终究也是个被防备的外人罢了。风清浅，本王命你站住！如今王爷已经痊愈，就不要再纠缠我这个断袖。我今天因为王爷被舒和郡主绑架，谁知道你身边还有没有什么银河郡主、平和郡主？本王绝对没有任何女人了。你答应本王的，要帮本王追查家楼余孽，你忘了吗？啊！草民不自量力，追查家楼余孽这种事情，王爷还是另起高明，别再跟着我。本王错了，本王发誓，从此以后再无隐瞒。风清浅，想不到大名鼎鼎的战王爷竟然也是个情种，那我就成全你们，让你们共赴九泉，双宿双飞。谁？风清浅，风清浅，王爷请自重。虽然我是断袖，但也不是那么随便了。给你包扎而已，干嘛那么大反应？何况你也不是断袖。你的虎兄呢？难道他……说女扮男装接近本王，有何目的？难道是犯了重罪，扮成男装，在王府躲避追捕？没有。还是你是家楼奸细，潜伏在本王身边，意图行刺？不是，我怎么可能会是家楼奸细？王爷请放心，虽然我隐瞒了我是女子一事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触犯过律法，也不会背叛朝廷。你不说，定有你的原因。本王不问了。多谢王爷体恤，居然就这么放过我了。最近好好留在府里养伤，等你痊愈之后，我去丰府提亲。站住，荣先生！来，你刚才说你要去丰府提亲。女子的名节何等重要，我既然看了你的身体，自然要对你负责。谁要你负责？小心伤口。你若不愿嫁给本王，那就拿这个戳瞎本王的眼睛。劳烦王爷去衣柜，帮我拿几件干净衣服。
我有一个双胞胎哥哥，在我7岁那年，我爹和我娘带我去看灯会，哥哥被人群冲散走丢了，然后风将军，节哀。简儿，我的简儿啊！哥哥去世后，我爹就变得疯疯癫癫。娘，人家是女孩子，才不要穿哥哥的衣服。你爹因你哥哥的死变得疯疯癫癫，你和你哥长得一样，现在只能让你假装你哥哥救你爹爹。娘答应你，等你爹病好了，就让你恢复女儿身。从此，我就成了我哥哥，而原来的我，被我娘以京城太危险为由，送回老家了。王爷，不要告诉我爹这件事，我已经没有娘了，不想连爹也疯了。放心，本王答应你，定会帮你保守秘密。所以你拒绝本王提亲，是不想让风老将军想起伤心事，而不是不喜欢本王，是吗？他的意思难道是……不会吧？王爷这话确实容易让人误解。不是误解，本王想娶你，不只是想对你负责，更是心悦于你。我？本王那天当着风老将军的面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我与令郎一见倾心，便留在府中，日日相伴。可那不是为了演戏骗过我爹吗？本王当时说的就是真心话。完了，他这是要亲我，可为什么我却不想推开他呢？王爷，这是不是太快了？你不用那么着急对本王回话，本王会让你心甘情愿答应和我成亲的。娘娘，你又做噩梦了吧？没事的，都过去了。谁给你的胆子擅自行动的？主人，阿兰知错了，这是机会难得，万一成功了，我们可以嫁祸给郡主。愚蠢！我们几次任务失败，能用的人本就不多了，切忌擅自妄动。况且，对于现在的我而言，只是杀了他，已经难平我的心头之恨。主人，我们启用伽罗秘术迷惑皇帝，难道不就是为了助我们杀掉灭我伽罗的仇人荣千尘吗？还不够！他灭我部族，我定要他身败名裂，在世人的唾骂中死去。我还要占领他的国家，在这片土地上建起一个新的伽罗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对得起我伽罗圣女的身份，才能平息我伽罗亡魂们的怨气。主人，易经术作为我族禁术，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。阿兰担心，一旦出现纰漏，主人您的性命恐怕……神明既然让我活了下来，那他定会保佑我完成这场复仇。而且自从我入宫以来，
皇帝已经没有再临幸过别的妃嫔了。如果不是迷情术，有哪个帝王能做到这个地步？在活下来的族人中，只有你与我最亲近。我愿意宽恕你的这次冒失，但绝对没有下次。阿兰，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看到新家楼的诞生，你明白吗？阿兰明白。这王府果然是疗伤圣地，我整个人甚至比受伤之前还要精神。趁王爷不在，我要不去百灵院散散心吧？百灵院的姑娘们肯定都想我了。战将军的腿痊愈了。就是啊，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他怎么这个样子就露面了？这还怎么抓奸细啊？王爷，你怎么来百灵院了？怎么，你能来，本王不能来？我是说你怎么这个样子就来了？你不是说要继续伪装说你残疾，这样家楼人他才会继续行动吗？本王就是要所有人都知道本王已经痊愈了，这样你就不会再遇到危险了。因为我，你因为本王已经遇刺2次了，本王实在不舍得让你再受到伤害了。看你受伤，比本王自己重度受伤还要难受100倍，知道吗？没想到单王爷说起情话居然这么溜。王爷，我现在是男子装扮，会引人非议。不如……你的意思是说，只要你恢复女儿身份，你就愿意接受本王了？算是吧。那本王就当你答应了。风清浅，本王一定会让你既能恢复女儿身份，又能让风老将军不受刺激的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不少人看见战王爷在百灵院和风清浅姿势暧昧。千晨真是越大越胡闹，这是把哀家的话当耳旁风。肯定都是那个风清浅教唆的。我看啊，他就是个狐狸精。哼，狐妹子哀家见多了，这男狐狸精倒还是第一次见。传旨，召风清浅入宫。是。草民风清浅，见过太后。抬起头来，让哀家看看。没想到风谷信这个武夫，居然生出你这么个细皮嫩肉的儿子。你就是用这张脸勾引战王爷的？听说风老将军一直想让你走仕途，哀家可以让陛下封你个富庶之地的太守，只要你承诺以后从战王爷的身边消失，永远不见他。哼，这是把我当成勾引荣千城的男狐狸精了，等着瞧吧，我可不能白挨这一巴掌。还不快谢太后恩典呢！哎呀，可是王爷喜欢我喜欢的厉害，不光同吃同住，还同眠同寝。就算我答应了，只怕王爷也要追过去呢。大胆！你竟敢！你以为你扒着王爷就能得到多大的好处？王爷不过是一时新鲜，等他新鲜劲儿过了，以王爷冷血无情的性子，能不能留你一条性命都难说。听说王爷曾故意对你视而不见，那是哀家
害了吴公公去提点了他2句。在男人眼中，功绩与名誉远远比那些情情爱爱重要的多了。如果不是你最后死缠烂打，我看您是荣千成的母亲，所以再三容忍。既然您不爱这个儿子，我也没有必要听下去。放肆！来人，将这个无视礼法，在太后面前大放厥词的狂徒拿下！哀家倒是想听听，你说我不爱儿子，怎么？难道你比我这个做娘的还要爱他不成？您话里话外的意思，无非是怕影响荣千成的名声。可他的名声是自己出生入死，一刀一枪拼出来的，和他与什么人在一起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难道他今日娶了乞丐的女儿，就不再是那个保家卫国的战王爷了吗？你一派胡言！而且你明明已经提点过荣千成了，可他还是让我住在王府，说明他自己已经做出了选择。其实真正觉得这事上不了台面的不是荣千成，而是您自己吧。来人呐，掌嘴！狠狠给我掌嘴！我敢堂堂正正和荣千成的百灵院牵手拥抱，因为我知道这样能让他开心。而您因为自己讨厌他和男子交往过密，就要把他的心上人送走，一点也不管他是否会伤心。您说我和你到底谁更爱荣千成？你我去！风清浅，你终于承认对我的心意了。对不起，本王说过不会再让你受伤。母后，儿臣此生此世只心悦于风清浅一人，只愿与他相伴，不离不弃。他刚才如此顶撞哀家，你居然还要和他在一起，果真被他迷了双眼。来人呐！哀家绝不允许你继续伤风败俗下去。既然你们今天不愿意生离，那就死别吧。哼！我看今日谁敢动他！好帅，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，就算今天被叫南狐狸精也值了。好，你们都不敢，那哀家就亲自动手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敢弑母不成！陛下驾到！母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皇兄，如果您和母后都觉得我和风清浅在一起，会让你们颜面扫地，让皇室蒙羞的话，臣弟愿意交出虎符，从此以后退出朝堂。臣弟只愿与风清浅长相厮守，求皇兄成全。你罢了，阿晨，既然你喜欢，那就随你吧。陛下，千臣今日如此忤逆，都是受风清浅的蛊惑，此人定是妖孽，请陛下下旨，速速将他除去。母后，你有一个儿子已经被那些皇家教条束缚了，至于另一个，你就让他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活吧。妖孽，你果然是个妖孽，连天子都被你蛊惑了。今日哀家一定要母后，母后，母后，母后！来人呐！护驾！这个妖女要谋害哀家！来人！母后。
母后莫怕，风清浅是在为母后施针。太后是否经常觉得气短神乏，但又无法安眠？有时又觉得心烦气躁，看什么都不顺眼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懂医？母后，风清浅是当世罕见的神医，儿臣的寒毒就是他治好的。千晨，你告诉哀家，你把他留在身边，只是因为他的医术，你并没有爱上男子，对不对？心病难医，心病难医哦。母后，儿臣当日命垂一线，是他救了儿臣。如今儿臣以情偿还，已经是赚了。况且，他不会要告诉太后我是女子吧？况且儿臣爱的是风清浅这个人，无论他是神医还是纨绔，是美貌还是丑陋，甚至他是男是女都不重要。儿臣这辈子认定他了。又来，荣千成你也太会了，张口闭口一套一套的。幸亏他只对我这样，不然这京城纨绔的头把交椅怕是要易主喽。风清浅帮你清除寒毒，哀家本应重赏，可偏偏你们……罢了罢了，随你们去吧。哀家乏了，你们退下吧。啊！吓死我了！刚才我差点以为你要说出我的身份了。怎么会呢？本王说过要替你保守秘密啊。就因为这个，所以你宁愿忤逆太后，也不肯说出我是女子。这是本王对未来王妃的承诺，当然任何时候都要遵守啊。太后看来是真的想通了，居然为了嘉奖我治好荣千成，特许我来参加宫宴。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这死断秀是有什么妖术吧？不仅迷惑了千尘哥哥，连太后都被他收服了。天哪，是谁让我们郡主发了这么大脾气啊？除了那个死变态风清浅，还能有谁啊？我看着他贴着千尘哥哥那样子，我就恶心。我的小郡主呀，感情这个东西呢，是要自己争取的，必要的时候，可能还需要付出一点代价。不知你……为了得到千尘哥哥，我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的。风公子，求你救救我家舒和郡主吧！舒和郡主，这宫里谁能伤她？让你家主子编个像样点的理由，再来骗我吧。风公子，刚才有一个登徒子纠缠我家郡主，还将人强行掳走。风公子，求求你救救我家郡主吧！谁人不知我和舒和郡主有仇？在座那么多身手好的世家子弟，偏偏来找我求救，肯定有诈。风公子，你就算再恨我家郡主，也不能眼看着她的清白被人玷污吧？这个小侍女，看着人畜无害的样子。哎，算了，被骗就被骗吧。大不了被那个嚣张跋扈的郡主笑话一下，总比袖手旁观酿成大错的好。罢了，快带我去找你家郡主吧。郡主，不要碰我！走开！郡主，郡主，你杀了他？沾了麻药的银针而已。你那侍女还挺机灵，知道找我这个断袖来救你。他人呢？这可不是麻药。身体发软，口干舌燥，浑身燥热，这是春药。等会儿整个皇宫都知道你侵犯了，你就会被问斩，到时候千尘哥哥就是我的了。
藏了这么多年的秘密，没想到偏偏被这个讨厌的人发现了。这次死定了！你没事吧？我被人下了药，快带我走！你先忍一下，我去找柳青云给你拿解药。我不要别人，我就要你。等一下，我们这个时候不应该，你别诱惑我了。此药的解药只有信卓宫之力可解，你到底要不要？你不要的话，我就去找别人。我就不信你小爷我的样貌，我找不到人。浅浅都已停泊，看不清你的轮廓。而天际的微风沉重下，倒映我的长发最晚霞。年轮旋转着，比预想的要无法抵抗。与你的风星河见证着日落，我在这等着微笑的你我，想为你临摹，落雨时刻我在等着，缘分来勾勒我一曲如昨，对你的爱，铁笔走山河，随转着烟波，不过是人间惊鸿客。王爷，不好了，昨晚宫里出人命了。我对舒和郡主意图不轨，还打死了前来营救的康安伯世子。舒和郡主是这么说的，可草民是段秀啊，怎么可能会对郡主意图不轨呢？这个恐怕不能服众。看来风公子免不了去宗人府大牢里委屈几日了。进大牢前，免不了要验明正身，那我的秘密可就藏不住了。草民斗胆，请陛下再给草民7日时间，查明真相，自证清白。我自是愿意给你这机会，但康安伯痛失独子，他恨不得现在就手刃你，替他儿子报仇。他怕是等不了这7日啊！陛下，臣弟愿以性命做担保，若风清浅7日之内查不出凶手，臣这条命任由陛下和康安伯处置。阿晨，你这是在逼朕徇私啊！陛下，臣弟有把握，这件事儿绝对不是风清浅做的。既然风清浅确实冤枉，那我就再劝康安伯再等7日。你刚才跟陛下说什么了？怎么陛下一下就相信了？我说你不举，我亲自验的。原来还有你接不上话的时候。只许我调戏你，不许你调戏我。刚才你用命在陛下面前发誓，那万一我们找不到凶手怎么办？那万一我们找到凶手，他们不认怎么办？那万一……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？原来浅浅这么关心我。谁关心你了？我只是觉得你把命随便用在这种小事上，太浪费了。还有，不准叫我浅浅！你看看，鸡皮疙瘩都出来了。不是随便，是本王相信自己的王妃一定能查出真凶。你就放手去做吧，就算失败了，大不了做一对亡命鸳鸯。为什么荣千成每次这样看着我说话，我就晕乎乎的呀？
这张脸简直是天下最厉害的迷药。既然王爷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一定查出凶手。我们先去看看尸体。这是我和王爷去查验尸体，从尸体脏腑验出来的。他们为了诬陷我，故意让人死于毒药，却不知道论用毒药，我可是他祖宗。只要验出是什么毒药，再追查毒药的来源，很快就能找到凶手。考验你医术的时候到了，不如我们比一比，谁先验出是什么毒？触觉还挺大。想不到这风清浅，仅凭尸体上的残毒，就能在短短几天之内查到下毒之人，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啊！凶手已然招供，说和康安伯誓死有仇，恰好路过，趁机嫁祸。可臣弟总觉得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况且康安伯夫妇也接受这个结果，那么这件事儿就这么结束吧。皇兄，我不必多言。这舒和郡主属王八的呀，怎么就咬着我不松口了呢？现在连买凶杀人再嫁祸给我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，而且这件事明明和舒和有关，宫里却草草结案，真是十分奇怪。舒和郡主的手腕你我都见识过，这样的局不像是他能布置出来的。是啊，他向来简单粗暴，你说他是不是有可能被人利用啊？他甚至是被人骗来入局的。我去找他问问，说不定能问出什么。我一懒，你这么去问他肯定不会说实话了。还是看我的吧。别动，我家主人怕你供他出来，让我来送你一程。不要杀我呀！我绝对没有出卖岳妃娘娘。原来是岳妃娘娘指使的你。风清浅，那这刺客是？舒和郡主，岳妃娘娘能为了布局杀害康安伯之子，早晚也会为了自保而牺牲你。你还要继续帮他吗？是岳妃教唆我陷害风清浅的。哟，舒和郡主，我好心找人陪你演戏，你怎么把人给我弄死了？我没有杀人，是你杀了他。我这就去告诉太后。只要我喊一声，就会有无数人成为你杀人的人证。你想成为杀人犯吗？不，我不想，我没有。那就乖乖听我的。只要你一口咬死是风清浅杀的人，等他死了，我就让陛下为你和战王爷赐婚，容千尘早晚会是你的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么晚还不睡，是还在想舒和郡主今天的话吗？我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捋了捋，不过有些地方想不通。不过看舒和郡主的神态，不像在说谎。就是没有说谎才奇怪。岳飞一个深宫中的妃子，为什么这么恨我，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呢？这个岳飞啊，是皇帝前些年从宫外带回来的，无亲无故，这几年在宫中还是本本分分，安分守己。这么一个毫无背景的女子，居然能成为宠妃，就说明她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孤女。而且似乎皇兄还对她动了真感情。仅凭舒和郡主的一面之词，
恐怕没办法将他定罪。我追查康安博世子之死的时候，查到毒死他的毒药中，有几位也来自家楼。如果岳飞就是那个家楼奸细，那就一切都合理了。难怪皇兄不让我追查康安博世子的死因，他一定也是有所察觉。难怪说红颜祸水。好好的陛下，遇见这么一个妖妃，什么都不管不顾了。放心吧，陛下向我许诺过，岳飞如果再犯，他绝不姑息。哎呀，那万一他不再犯了怎么办？我们查了这么久的家楼奸细就在眼前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。哎呀，我真是郁闷死了。我有个预感，他很快就会有所行动。你家岳妃娘娘请我去宫中为她调理身体。是。那你稍等片刻，我准备一些诊疗的器具。是。还真被你说中了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揪出这个岳妃娘娘的狐狸尾巴。钟千成说过，家老死士身上会有特殊的印记，不知道这岳妃娘娘身上会不会有。贵妃娘娘身体并无大碍，只是身上有几处经脉淤堵，待草民待会儿为岳妃娘娘推拿一番便可。那就有劳封神医了。好像什么都没有。哎呀，我怎么忘了？岳飞可是跟陛下同床共枕的人，有印记的话，肯定早就被发现了。看来战王爷果然家教甚严呢。你只是被我的侍女扶了一下，居然就这么大的反应。没有任何中毒下蛊的迹象，这岳飞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岳妃娘娘经脉淤堵，草民已为您疏通，草民先行告退。药下上了吧？敢坏我大事，就必须付出代价。主人，阿兰并没有下药。你说什么？主人莫急，这次不用我们出手，因为阿兰发现了更有趣的东西。这风清浅是个女子。那可是欺君之罪，整个风家，甚至是战王爷都会受到株连。你确定吗？千真万确，这风清浅确实是个女子。太好了，我这就进宫面圣。奉陛下口谕，风清浅女扮男装，罪犯欺君，立即带往御前问罪。这一天还是来。风清浅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欺满朕！陛下，臣女学妃有义气吗？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。陛下，风谷信将军求见。好啊，朕还没有治他的罪，他倒自己找上来。陛下，我女扮男装一事，父亲并不知情，求陛下对他网开一面。是共犯还是无辜，朕自有判断。来人啊，将风清浅押下去。是。陛下。是。王爷，你怎么？参见陛下。陛下，风清浅乃是老臣从小一手带大，怎么会是女子呢？陛下是不是哪里搞错了？朕难道连男女都不分吗？朕已经派人验明正身，风清浅确实是女子。这不可能啊！你儿子风清浅早在10几年前就遇害了，一直陪在你身边多年的是你女儿风芊芊。
这是当地府衙结案的文书。钱儿死了，钱儿啊！我的钱儿啊！是我害死了钱儿啊！爹，你要让我喊你用饭，快走吧！钱儿，原来你没死啊！太好，太好了！爹，快走吧，今天有钱儿最爱的大肘子。钱儿想吃大肘子呀！好，爹现在就带你去，好不好？我的钱儿啊！钱儿，你放开我！我不能看着我爹再疯一次。雅心殿已经放了安神的熏香，你爹会没事的。他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，我不能拿他去冒险。风清浅，傅金钱，你要瞒他一辈子吗？啊！只要我爹能平平安安的，瞒他一辈子就说好。你是男扮女装这件事，是岳飞向皇上举报的。即使今日风老将军不知情，那日后他一定会闹得满城皆知。可是哥哥死了，娘没了，若是爹再疯了，那我在这个世上就再无亲人可陪伴。放心吧，有我在。这么些年，是老臣连累了自己的女儿。陛下，老臣的女儿是为了我这个不中用的爹，不得已才女扮男装。老臣愿意卸下将军战袍，替女赎罪，只求小女能够平安。没事，没事。冯古信，欺君之罪是要掉脑袋的。为了一个纨绔，值得吗？老臣是他的父亲，天下的父母对儿女的感情，从来不会用是否值得去衡量。今天陛下即便是让老臣一死，老臣也在所不惜，只求陛下能原谅小女。老臣以死谢罪。爹，不要！陛下，草民自知犯了欺君之罪。如果陛下要降罪，请直接降罪于草民，不要波及草民的父亲。朕什么时候说要治风清浅的罪了？啊！风清浅女儿身一事，阿晨早些时候已经入宫向朕解释了个中缘由。风小姐，你医术高明，朕还未赏赐，何谈有罪啊？朕搞这出戏，只不过是为了让风将军彻底明白，你的纨绔儿子其实是女儿，也好解开你们父女俩的心结。谢陛下。孩子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只要爹能好好的，
女儿，做一辈子男子又如何？阿晨，朕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，记得还朕这个人情啊！皇兄大恩，臣弟没齿难忘。对了，岳飞，你打算怎么处置？阿晨，你知道朕对岳飞，朕答应你，他要是再做危害你、危害国家的事，朕定然严惩不贷。可恶！就差一点，陛下居然早就知道风清浅是个女子。主人，陛下虽然没有追究，但心里应该对你产生了坚信。我看陛下对你宠爱有加，不如……什么宠爱？不过是迷情术罢了。你让我放弃复仇，你是要背叛家龙吗？哼！主人，阿兰不敢，阿兰只是怕主人丢掉性命。从家楼被灭国的那一天起，我活着就只有复仇。荣谦者，我迟早要让你付出代价。不就是第一次见风清浅女装吗？有什么好紧张的？再说了，风清浅常年男装，说不定女装十分古怪呢。我劝你还是别抱太大期待。居然在背后说我坏话，让我逮到了吧？你们怎么这个眼神看我？我穿女装很奇怪吗？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风清浅吗？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一位美人。浅浅，不对，应该叫你芊芊。还是叫我风清浅吧。我不是风芊芊，已经很久很久了。哥哥不在了，留着这个名字，就当母亲和哥哥还在我身边。萧近前回来，即便您是王爷，该守的礼法还是得遵守。谨遵风将军教诲。王爷，我们一会儿去哪玩？百灵院可好啊？这王爷居然带着姑娘逛窑子，是不是砸百灵院的场子啊？不对呀，那姑娘怎么长得那么像风家那小子？战王爷不会就喜欢这个长相的吧？男女通吃啊！哎，你没有听说吗？风清浅其实是这几年女扮男装来着。瞎说！风清浅可是这青楼楚馆的常客，女的怎么可能逛青楼呢？唉，看来以后还是得扮男子，女装出入这里太招摇了。你带我来这里干嘛？喝花酒吗？本王今天是想送你件礼物。给王爷请安。东西带来了吗？您看。百灵院的房气、地气，以及上下所有人的生气都在这儿了，请风小姐过目。以后这百灵院就是你的了。这是你说的礼物？本王知道，你平时最喜欢来这儿，但你既然已经恢复了女儿身，再出入青楼，恐怕会有不必要的麻烦。但如果你是老板的话，那就方便多了。怎么了，清浅？是不喜欢吗？对不起啊，本王也是第一次送女子礼物。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本王就……
喜欢的不得了，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礼物了。哎，对了，让青蝶和那几个头牌今晚就不要接客了，都来陪我这个新老板。最近有没有什么不错的新人啊？跟你说，这百灵院的这个装修啊，早就该换了，太沉闷了。你们一个送心上人青楼，一个身为女子，却爱与青楼女子厮混，当真是绝配啊！他现在这样回去，风将军知道了，准要大发雷霆。他在此处也不妥。如果风清浅彻夜未归的话，更解释不清。这样，我熬一副解酒药，喝下去之后，起码能清醒几分。等他醒醒酒，再送他回府吧。你是新来的姑娘，我之前怎么没见过你啊？那个，风清浅，醒醒，你看看我是谁？荣千尘，你是送了我百灵院的荣千尘。你醉了，躺床上休息会儿，一会儿柳星云就来送解酒药了。不要喝药，我要喝酒。你知道吗？百灵院的一品红是甜的。好，慢点吧，你慢点吧。酒呢？我要喝酒。这样好像我第一次见你的样子。当时我也是这样压在你身上的。这样你越挣扎我越兴奋。你怎么不挣扎呀？你第一次明明像个被调戏的良家妇女一样，气得要死，根本不是像现在这样安安静静的嘛。被你调戏，我心甘情愿。今生吻过你眉目，是我的救赎。别哭，握过你手心纹路，风雪不冷酷。乱世之中，你向我凝眸，是我曾重生的一幕。爱过你，让我一生满足。怎么没人告诉我，女子就会会乱心？希望弟弟不要太生气。伸头也一刀，缩头也一刀。爹，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怕您看了生气，就在百灵院睡了一晚。我现在是女子，你不能随便打我。没想到我的清浅师弟竟然是个如此美丽的小师妹啊！师兄，臭丫头，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是瞒着爹的？当今第一杏林圣手居然是你的师傅，若不是楚公子上门，爹一直蒙在鼓里。爹，真的没有，我发誓。师兄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2年前你说要去云游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这次回来打算待多久啊？2年前心中有业障，需要通过云游对此化解。这次回来，或许就不走了。什么业障？竟严重到这个地步啊！如今业障已经自己散去，不提也罢。师兄，那太好了。那你先住在我家，回头给你寻个好宅院，让你和师傅在城中住下，我罩着你们。走。师兄，你看，这就是我的百灵院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今天你在这儿，随便吃随便喝，都算在我的账上。风清浅，王爷，
好巧啊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却刻意来寻你的。这几天不见你人，我还以为你因为被风将军责罚了。看来是有贵客在啊，我不会打扰你们吧？荣千晨今日怎么奇奇怪怪的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师兄楚西禅。师兄，这位是一身戾气，杀孽缠身，这位一定就是大名鼎鼎的战王爷吧？如果没有本王和戍边将士的一身戾气，这位楚兄怕不是现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哪里来的闲情雅致在这里对本王评头论足呢？我这师兄是不是得罪过你啊？素未谋面。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？本王就看不惯他这全身上下那副穷酸文人的做派。巧了，楚某对王爷也颇无眼缘。哼，这才第一次见面就针锋相对，以后可怎么办？师妹深夜来访，是和小时候一样睡不着求我讲故事吗？师兄不愧坚持调戏多年，效果显著，都不用睁眼看就知道是我。确实是睡不着，不过我不是来听故事的，我是来讲故事的。这就是我和荣千晨的故事了。我还是不明白，师妹为何会看上战王爷？他专制跋扈，还爱吃醋，你到底喜欢他哪一点？喜欢他什么？大概是因为那张脸吧。哎呀，这些都不重要了。师兄，我和荣千晨已经互许终生，你们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人。我希望你能接纳荣千晨。我就知道，师兄最疼我了。师兄，你早些歇歇，等到时候我和荣千晨成亲，你要代替我哥哥扶花轿。若是我不想做扶花轿的人，而是仙教灵的人呢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封氏忠义昭彰，长女清浅，孝弟仁厚，灵秀惠敏，堪为良配。今赐婚于王爷荣千晨，良缘永缔，钦此。臣接旨。恭喜封将军！封姑娘，外面还有太后为您添的嫁妆，咱家这就先走了。谢谢刘公公，刘公公慢走。没想到这么快就接到了赐婚的圣旨。荣千晨那小子，我好像还没同意把女儿嫁给他吧？爹，他对女儿的情谊您是知道的，况且女儿也心悦于他。你真的确定这辈子就是他了？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，早在心里认定了彼此。羞不羞啊？不过既然是我女儿喜欢的，爹是肯定会疼你的。爹，您最好了。师兄呢？我要赶紧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刚才好像还看见他呢。师妹，明明只是暂时被荣千晨的容貌所迷惑，只要假以时日，师妹一定能明白，荣千晨绝非良配。可如今圣旨已下，师妹想反悔都来不及了。荣千晨当真可恶！
既然师妹只是被皮相所迷惑，那我就毁了你的皮相。这匕首上的毒是我专门为你研制的，会让伤口溃烂难愈。我看你到时候拿什么来迷惑我师妹。王爷出事了，你快来看看吧。荣先生，你开门，让我看看你伤的怎么样了。走开！本王现在不想见你。荣先辰，你耍什么脾气？风小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昨天有人潜入王府，划伤了王爷的脸。不就是划伤脸吗？我还以为多严重的伤呢。没那么简单，凶器上还淬了毒。王爷如今脸上伤口红肿溃烂，十分狰狞。王爷可能不想让你见到这样的他吧。风小姐，还是请回吧。王爷有任何消息，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。那我想在这里陪陪他，哪怕听听他的声音也行。哼，一道破门就想困住我，我倒要看看你现在有多吓人。站住！荣千辰，你怎么比姑娘还扭捏？让我看看你的伤。伤口很长，还溃烂流脓，我自己看到都恶心，又怎么会让你看到？你放心吧，我现在就去和皇兄讲，让他撤回赐婚旨意，不会耽误你的。你要退婚？荣千辰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你好好看看我这副样子，你会和这样的我成婚吗？我会。现在你当然会这么说，可我们成亲之后，你要和我朝夕相处几十年，真的不会厌恶吗？我喜欢的又不只是一个皮囊，只要是你这个人，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只想跟你长相厮守。清浅，别忘了，我可是医师，什么样奇怪的伤口和症状没有见过？这个伤口算不得什么，让我看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荣千辰被划了脸，你对他还是死心塌地的？他到底哪里比我好？师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昨晚楚西尘确实潜入了我的房间，不过被我识破了。谁指使你来谋害本王的？没有人指使。师妹她涉世未深，被你的皮相所迷惑。我只要毁了你的容，她一定不会跟你在一起的。哼，真是可笑。风清浅以前女扮男装的时候，可是京城有名的浪荡纨绔，什么美人没见过，怎么可能因为本王的容貌就喜欢上我？师妹亲口所说，还能有假？哼。楚西尘，要不要和本王赌一场？今日我已经沦落到你手里，要杀要剐随你便，没必要整这些鬼把戏。你擅闯王府，手持凶器，即便本王现在杀了你，也不会有人说什么。但本王答应过清浅，对待他身边的人要考虑他的感受。清浅又十分敬重你，所以本王不杀你，但本王要让你看看风清浅到底是不是真是喜欢本王这张脸。你知道为什么2年前我突然四处云游吗？师兄说是因为业障。因为我发现我居然喜欢上了同为男子的你。我当时心烦意乱，只能逃离这一切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人生在世，有些人错过了就会抱憾终生，
所以我回到京城，打算直面自己的感情。然后你就知道我是女子，怪不得你说业障自行消散了。师妹，你知道当我得知你是女子的时候，我有多么欣喜吗？我甚至觉得老天都在眷顾我。师兄，可我却发现，你的身边突然出现一位战王爷，你到底喜欢他什么？真正的喜欢是说不出来的。师兄，你口口声声说对我动心，那你喜欢我什么？我难以形容，是不是？所有理由到嘴边只觉得肤浅，不足以形容心中那个人的10万分之一。你喜欢这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最好。他的一举一动，一颦一笑，都会成为你喜欢他的理由。我本以为我对师妹足够了解，可我却忘了，情爱这种东西本就是不可控的。我还是继续云游吧。师兄，你又要走？我终于明白师父为什么喜欢四处漂泊了。人生在世啊，孑然一身，才能免去许多烦恼。我这就去收拾行李。所以，真的只是喜欢我这张脸吗？王爷花容月貌，倾国倾城，在下对你一见倾心呢。一见倾心也是见色起意，但是要相伴一生，靠的是情比金坚。郑千尘，我对你一见倾心，现在只想和你相伴一生。公子气宇不凡，却在此借酒消愁，怕是为情所困吧？你是何人？我是能为公子解忧之人。师兄，明日就要离开京城，今日我特意设宴饯行，祝师兄一路顺风，医术造诣，再得精进。师兄，我和清浅就快要成婚了，你确定不打算喝完我俩的喜酒之后再走吗？我若放下，相隔千山万水，也会诚挚的祝福你。我若还没放下，又何必参加这场让3个人都难受的喜事呢？哎呀，有酒无约太单调了。正好，我百灵院最近编排了新的曲子，请2位帮我品鉴一下。战王爷中毒了！如今天下太平，边境安定，陛下为何愁眉不展啊？你有所不知，阿晨被人下毒了。竟有这样的事？王爷现在如何了？阿晨所中之毒十分凶险，金钱和行云彻夜不眠，只能勉强帮他续命。凶手可曾抓到？这凶手乃是风清浅的师兄楚西尘，已经被暗卫当场处死。陛下，我看不如派太医院的御医到王府为王爷会诊，群策群力，说不定能找到医治王爷的方法呢。爱妃所言甚是，朕这就派人到阿晨府上。
我们派出去的御医已到战王府数日，你可探查清楚了？林御医刚才给奴婢回了信儿，风清浅和柳行云日夜不停为他扎针续命，上王咽气怕是早晚的事儿了。这个风清浅诡计多端，不可不防。这样，你去我的库房里取几株上好的人参，看望战王爷，务必要摸到他的脉。是。岳妃娘娘挂念王爷，特意让奴婢拿着上好的千年人参前来王府探望一下。你回去告诉你家娘娘，战王爷还没死呢，让他夹着尾巴做人，少来我这里兴风作浪。凤姑娘这话从何说起啊？我家娘娘也是一片好心。好心？你家娘娘都做过些什么？以为我都不知道吗？回去告诉岳飞，如果王爷有什么不测，他生前没来得及做的事，我这个遗孀替他做了。我知道凤姑娘担心王爷，也不至于发这么大脾气吧？你看，这水都溅到王爷身上了。别碰他！他都已经这个样子了，你们一定要他即刻报备才满意吗？既然凤姑娘不喜欢奴婢在这里，那奴婢就告辞了。你确定摸清楚了吗？主人放心，荣千成的脉象微弱，的确是将死之人才有的脉象。好，召集所有在京城的部下，明日夜间行动。是。岳飞，转眼你进宫也数年了，你觉得朕待你如何？陛下待臣妾，自然是极好的。都说这自古帝王皆无情，而朕对你的一番情意绝无虚假。爱妃，朕知道你之前做过一些错事，只要你肯悔改，朕都可以不计较。爱妃，你究竟是如何看朕的？臣妾对陛下的情谊，陛下难道察觉不出吗？这里全都是陛下呢。陛下，风清浅带到。啊，差点忘了，朕召风清浅前来是为了询问阿晨的病情，让他进来吧。是。风清浅见过皇上。快起来吧。阿晨的病情怎么样了？这2日，我和柳行雨失针越来越频繁，千晨他怕是留不住了。我已经写信给师父，不知道他老人家来不来得及赶回来。你居然背叛我！我从来不曾效忠于你，何来背叛？我乃家楼圣女，荣千晨联合南诏毁我家园，杀我族人。我发过誓，一定让荣千晨和陛下你付出代价。这么说，第一次就是你故意接近我的。世人只知道南诏的补充，却不知我家楼的迷情术，那才是天下无敌。我已经连续对你施咒2年，你已经彻底被我所迷惑。今日，我就要夺了你的江山，不行我的家楼。那阿晨中毒，也是你干的？没错，我本来想先毒死他，然后再夺了你的江山，没想到半路居然冒出来一个风清浅来坏我好事。幸好上天又派给我一个楚西尘来完成我的计划。你废话太多，听得耳朵疼。
主人，我等奉命刺杀荣千尘，结果他却不见了，王府内空无一人。不好，中计了，撤！荣千尘，陛下，家楼逆贼都全部拿下，这2位主犯，还请陛下发落。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摸过你的脉，为什么你还会站在这里？就知道你们会来试探，所以提前给荣千尘吃下了龟息草，让他的脉搏好像濒死之人，来个引蛇出洞。你果然狡猾，看来楚曦臣把一切都告诉你了吧？你利用别人的感情，蛊惑别人替你办事，简直可恶至极。骗了舒和郡主还不够，还想骗我师兄？幸好我师兄比那什么舒和郡主有脑子多了。那个女人说，只要把这个给荣千尘吃掉，除掉荣千尘，清浅早晚是我的。好霸道的毒药！如果是王爷中了此毒，我都没有把握能做出解药。觉不觉得这个女人，无论是说的话还是做的事，是不是都很像一位熟人？看来楚公子遇到的那个人就是岳飞。没关系，皇兄已经承诺过，如果岳飞再做坏事，他绝不姑息。有这句话就够了。明日我在百灵院为师兄饯行，我们这一次好好演出戏，给岳飞娘娘看看。家楼屡次侵犯南诏领土，南诏迫不得已向我朝求救，可家楼却斩杀了我朝派去调解的使者，更是趁着我朝和南诏联军与家楼战事交手之时，派兵突袭我朝边境，杀害我朝平民。家楼的灭亡纯属咎由自取，你居然还冥顽不灵的想复仇。成王败寇，输了就是输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岳飞，朕一再给你机会，直到今晚，只要你能够悬崖勒马，朕都可以留你一命。可是你太令朕失望了。你少在这里装深情，等我被处死，迷情术失效，只怕你会把我的尸骨挖出来挫骨扬灰呢。若是家楼的迷情术真的那么厉害，又怎么可能名气远不如南诏的蛊术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迷情术施展起来十分繁琐，中术之人几日就会清醒，并且会逐渐免疫。最重要的是，有些人天生就对迷情术免疫。你是说，皇帝并没有被迷情术所蛊惑？不可能！他甚至答应我了，不再扩充后宫，也没有再宠幸别的妃嫔。如果不是被迷情术所控制，有哪个帝王能做到？其他帝王当然做不到，但是陛下可以，因为没有人可以拒绝心爱之人的要求。岳飞，直到此时此刻，你还在怀疑朕对你的心意？他居然是真心的，他居然是真心的。凤玉楼，陛下，我的名字叫凤玉楼。皇兄，名字对于家楼人来说非常神圣，传说默念这个人的名字9981天，下辈子
就还会遇见你。风玉楼，希望朕下辈子可以跟你有个好的结局。明天就是我大婚的日子，可惜娘看不到了。战为年高几何啊？居然学起了小顽童。本王听说你之前扮男装时总喜欢翻墙，今日试了一下，确实分外有趣。那我就不打扰王爷雅兴了。哎，别啊！本来要带你去个地方，结果没想到你换上了嫁衣。又没有哪条律例规定不能穿着嫁衣到处跑。快带我上去！要不然你还是把嫁衣换了。你再磨蹭一会儿，其他人就该过来了。我听说女子出嫁前都要和娘亲长谈，所以才想着带你拜祭一下。你如果觉得穿嫁衣不妥的话，我本来担心娘看不到我穿嫁衣的样子。荣千晨，谢谢你。娘，明天女儿就要出嫁了，今日特意穿了嫁衣，带着未来的夫君来看看你。娘，你看到了吗？风夫人，您放心，我这辈子定会对风清浅好的。繁华落那么多，挑灯回头望我，荒凉梦醒共一色。荣千晨，我想让我娘看见我拜堂的样子，可以吗？倒映我的长发最晚霞，年轮旋转着，旋转着荒唐。约你的风星河，见证着日落。我在这爱，等着爱，微笑的你我，想为你临摹。落雨时刻，我在等着，眼神来勾勒我一曲如昨。对你的爱，天边走山河，随转着烟波。你想要他的命，问过我了吗？臣弟愿以性命做担保，若风清浅7日之内查不出凶手，臣这条命任由陛下和康安伯处置。何时同去看雪不得，擦肩的丝云际，藏你相我看今日谁敢动他！仅有的雨滴淅沥淅沥，映照着过去。深秋里抚琴也飞扬，徘徊在倒影月中央。你我和月光，怎么去追逐幻想？约你